志飞说的东西惊到我了。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，但是你不评判别人，我很难想象。我觉得和男朋友在一起最好玩的就是说别人坏话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，欢迎志飞来悉尼。悉尼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悉尼的粉丝在哪里？快来见我。快来快来。OK，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什么？就是素清有一天在想，我们的现在的男朋友会不会喜欢以前的男朋友？对，所以这个话题很特别。然后你的结论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现在的男朋友会喜欢我以前的男朋友。我觉得我们我想说可以做快乐的你知道3口之间对，我觉得对，他会喜欢我以前的男朋友。好的。因为他们很像吗？有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有很多一样的地方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在我的心里，他们都是比较正直的人。就很会分清对和错的一个人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。他也是，比如说他很喜欢纳税。天哪，真的，他就是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纳很多税。他是不是可以把他的钱给我们？也不可以，给政府可以，给你不可以。对，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一个人交钱嘛，他的意思是说所有人都应该交钱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看这一点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比较像的。但是你的男朋友不会心痛吗？就是如果他的工资很高的话，那不是要交很多钱出去？对，他接受这样的社会系统体系。我觉得这个我和他有一点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小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中国人。对，我是中国人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。对呀，在中国你感受不到。对，就是你纳了税，然后呢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比如说中国可能修一条很大、很快、很好的路，很新的路，但你不会觉得这个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那我不开车呢？对，是哈。对，但是他小的时候他家没有钱，然后政府给他付学费，然后付吃饭的钱，然后给他妈妈钱，就是等等等等。当然，对我们生活的国家也不一样，所以对这个的理解不一样。对，我记得我的前男友也是很喜欢交税。对，就是他们很赞同这个体系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嘛，就有一点太复杂，也不太懂是什么。对，就觉得照顾好自己就好了。什么是对自己好的？对，我小的时候，我是没有钱交学费的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现在会觉得，哇，我没有钱交学费，如果我没有哭着说我要去学校，那可能我就不去学校了。对吧？明白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国家应该做的。如果国家就是不帮穷人的孩子上学，那我就觉得国家有什么用？你要干嘛？对，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要交税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做的很多事情都很大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对，是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我有一样的感觉。我想说，我有一个前男友，是我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？但是我是看不出来的，他们会说这个是一个男孩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所以我会说你怎么知道？他们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说他不适合你，他对你不好。后来就真的证明了那个关系非常奇怪，到最后是一个非常很有毒的关系。对，所以呢，结束了之后我就发现，那真的不适合我，那个类型不是我的一般的会去找的人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可能很想，探索啊，认识新的人。对，所以我的所有的男朋友坐在一起，
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他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最特别的那个人。OK， 所以我不确定我现在男朋友跟他们会不会相处得很好。哦，是吗 ？OK，那你猜呢？你猜你现在的男朋友会不会喜欢你以前的男朋友？我觉得大部分的男朋友，其实也没有很多了，100来个，4个吧。有3个我觉得都是非常棒，就是我很佩服的人，就给了我很多爱，教了我很多的人。当然，另外一个特别的，他也教了我很多，只是这个方式非常不一样嘛。就是你就是那种教了很多，是说啊，我学到了一个教训，就是那种很痛苦，我知道我以后不要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OK， 好。所以你觉得你的现在的男朋友和你曾经的3个前男友，他们的共同点，他们可以互相喜欢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们都会照顾到别人。对，他们都是那种，对，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人，会照顾到，不是那种很自私，只是想到自己的人。另外，他们也是很努力、很负责任的人。对自己的，他们会有自己的工作，很多想法，很努力。一定要把它做好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男朋友，不是说要很有钱，或者说哇你的工作好厉害，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厉害的人。哇哦，好，我的男朋友也是，我只有2个男朋友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。比如说我现在不计划我老年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，哎呀。去环游世界，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开心。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花钱的人啊，很多人可能知道，但是我会觉得我不太去担心以后会怎么样。但是我的2任男朋友，他们都是会考虑以后。对，我的男朋友也是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男朋友。对，然后我也觉得，如果我去找一个男朋友，我不太可能找一个跟我一样的。好，我觉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，我的男朋友基本上是内向的人。对，我也是。尤其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是更加外向的，所以我要找的基本上是内向的。后来我慢慢的自己变得有点内向，然后我现在男朋友就是一个外向的人。对，所以就很神奇。你的男朋友似乎都是内向的。对，2个都是很害羞。对，我会觉得如果我找一个跟我一样这么吵的人，那我们家会很吵很吵，对吧？2个人都很吵。对，我觉得真的你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。我很想说话，我需要有一个人听我说话，对吧？然后一个安静的男人，他可能如果他家没有一个很吵的女人，那他的家太安静了。对，我发现我的男朋友也是，我非常喜欢他，你知道他很会倾听。对，有一天我头疼不太舒服，我们在一个地方玩，我跟他说我今天头疼，今天我听你说话可以吗？他说哦好吧，他憋了2句话，所以我们2个就很安静的散步，散了很长时间。对，如果我不想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是很安静的。很有意思。她的男朋友可能是我见过最会倾听的人。对，真的是，他真的在听你说话，然后很认真的听，然后根据你说的东西给你回答。你跟你的男朋友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？你的类型？我挺喜欢内向害羞的男人，我觉得害羞的男人很可爱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死板，就是他们觉得应该这么做，我觉得也挺可爱的。我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人，我是一个很灵活的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就是跟我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他的不一样有他的道理，我觉得OK， 我可以接受。对，然后我比较喜欢做 IT 的男人。
为什么？就是很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在录播客，都是素清的男朋友帮我们做的这些事情。就是一旦就是素清有什么事情了，Joseph， 你去帮我把这个做一下，哎，你去帮我找一下那个。所以他要找一个 IT 男，有用的男人，很有用。我对 IT 的东西真的不感兴趣，所以呢，我需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的，他可能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的。那可能如果他不做这个，他做别的也是我不懂的，我觉得也可以。OK， 好，对，那我也聊一聊我的类型吧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很喜欢创业的，很喜欢冒险的。对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，很喜欢尝试的人，很喜欢新鲜，没有人做过啊，那我要做第一个。对，我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我要找一个和我一起的，就是也想做这件事情的人。你需要一个支持你的男人。对对，我们一起做。对，就一起做。对，所以我喜欢的事情，他也要喜欢。就创业啊，旅行啊，搬家，认识不同国家的人，说不一样的语言，这些对我都很重要。OK， 那我的男朋友都是有很稳定的工作，对，因为我太不稳定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我心里需要这个安全感，就是我觉得两个人，我可能是希望有另一个人他是更稳定的，很正常。对，我以前也是，就是男朋友都比较稳定，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我的男朋友赚的钱都比我多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发现我自己赚的钱也不是很少，对，那个时候就会觉得，我想要用这些钱做什么，就开始很大胆的去想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搬去这个国家，对，我会有点担心。如果我找到男朋友，他有个很稳定的东西，对，你要安全还是新鲜，新鲜感？我要去冒险，对，我要新鲜感。我也是老是想着我要去墨西哥，我要去南美，对，然后我要去日本买一个房子，对，但是我的男朋友就是说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要三思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。对，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，你跟一个不一样的人在一起，一定会有这种时候，就是你会觉得，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对不对？我想做的东西多么好玩，多么酷，为什么他要再想一想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现在都比较年轻嘛，对，他还没有30岁，然后我32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很愚蠢的决定，没关系，对，就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对，我不怕犯错误，如果他想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告诉他，你去吧，我跟你一起做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好玩的，对，你是找了一个人和你一块冒险，对吧？好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？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我觉得可能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两个是相反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。哇！就是他真的明白我说的东西，不管我说的东西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他真的明白。然后，因为我男朋友他有在中国住过，所以他知道一点中国的文化。我觉得我们的三观是一样的，很重要。很重要。你呢？我跟你差不多吧，就是价值观是很像的。就是想要的生活是一样的。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改变。对，我们很喜欢不去评判别人。对，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两个相信的东西。就不管发生什么，这个人做什么，我们会想他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去理解他嘛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两个很喜欢。对。等一下，你先喝水。
志飞说的东西惊到我了。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，但是你不评判别人。我很难想象，我觉得和男朋友在一起最好玩的就是说别人坏话。你这个坏人。真的，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真的很喜欢、说别人坏话。对，但是我的男朋友他不能接受。真的，我觉得和男朋友在一起最好玩的就是说别人坏话，因为是你最放松的，然后你允许自己有好的一面，然后也有黑暗的一面，然后黑暗的一面就是我要说别人的坏话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不是完美的，就是我们没有黑暗的那一面。我相信我们有。但是没有机会。你想要吗？你想要和你男朋友一起说别人的坏话吗？不一定是说别人坏话啦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做一些坏事。对，我们喜欢，就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做过一个实验，就是我们就是其实穿得很好看，我们不像是没有钱的，就是一点钱都没有的人。我们两个去跟商店的老板说，可以免费给我一个东西吗？他们就说你神经病啊，走开。我的男朋友就说我们再找一个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我们很喜欢做很傻的事情。志飞和我真的很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人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做这种事情。我只是嘴上很喜欢说，我真的很喜欢说别人坏话。但是就是我当然要和一个安全的人说。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男朋友就是最安全的。对，而且我男朋友他一定可以保守秘密，我相信他，因为他话不太多。对，但是不会说出去。怎么有一只鸟？等一下，这只鸟有点好笑哎。等一下，我们拍一下。对，等一下啊，你去。Hello， 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把人家吓走，这是仙鹤。可能中国人觉得是鹤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。我们回答完了吗？对，回答完了。好的。那我们的结论就是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现在的男朋友应该会喜欢以前的男朋友。大部分的，大部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电池没电了，我们要去换一个电池，然后我们继续录。好 ，OK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里有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甚至我们还有汉字课。我们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，你可以打开拼音，你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查英文的意思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你想听很多遍，你也可以下载我们的音频。我们也做了很多系列，你可以去看我们有趣的人生故事系列。如果你喜欢经典的故事、老故事，那你也可以去看我们的成语故事，还有我们的《西游记》。如果你喜欢台湾的文化，你可以去看看台湾的文化系列。我们还有更多的视频，关于旅游、关于文化、关于哲学等等等等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会员，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视频推荐给更多学习中文的人。谢谢你的支持，下个视频见。